究竟出年2025年嘅財政刺激規模有幾大啊？即係大家都喺度估規模有幾大。但我覺得無論如何啦，2025年一定係有政策嚟到刺激㗎嚇，只係力度大啊定係力度細？但係政策刺激經濟係一個主旋律嚟㗎，即係主要嘅旋律就係刺激經濟。咁喺呢個大背景之下，金融股我哋叫大金融板塊啦。大金融板塊咧，一般係指銀行啦、券商啦、保險啦。其實甚至房地產咧，因為房地產係具有金融屬性㗎，咁所以咧有啲人都將房地產咧歸入為大金融板塊㗎。咁大金融板塊喺呢一個政策刺激嘅主旋律之下嘅大背景之下啦，係會受到影響嘅。咁所以今晚咧，我第二個主題咧就係分享每一個大金融嘅細分板塊，佢喺呢一個刺激政策大背景之下，每一個板塊會有咩影響啊？有咩影響？嗱，咁呢度講投行預計嗰個出年嘅刺激規模啦，只係預測啦，當然只係預測。咁佢估計咧，大概咧貸款嘅基準利率啦，同埋基準利率即係 LPR 啊，即係我哋所謂嘅 LPR， 就會下降50個點子嚇。咁啊，存款準備金率啦，就會下降100個基點嘅嚇。咁啊，財政政策可能只係小幅嘅擴張，包括個財政赤字目標就會由3% 提升到4%，特別國債嘅額度就會由1萬億增加到2萬億。咁啊，其他咧就包括地方政府專項債啊，就會增加啦。咁啊，亦都會用喺呢一個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債務置換啦，即係叫做換咗啲地方政府融資平台以前借嗰啲借出嚟嗰啲債啦，我嚟做一個置換啦。咁同埋房地產去庫存嘅去庫存，頭先都講過啦，即係粵海置地都你見到佢都有98億，佢有30億嘅樓仲未買啊，其中有98億係起好咗，已經變成現樓啦，都喺度曬太陽賣唔出嘅啊！咁呢啲叫庫存啊。咁啊，政府咧，不如政府買咗佢啦，咁樣啊，因為橫掂你市場都賣唔出啦，咁啊政府幫你收咯，呢叫做收庫存啊，就幫助去庫存嘅啊。咁呢個咧就係政策方面嘅。咁有咩影響咧？嗱，咁啊逐個板塊講咯喎。銀行板塊咧，因為咧既然個貨幣政策出年係寬鬆啦，咁對內銀咧嘅影響咧，就係第一個影響就係淨息差啦。淨息差就會承受壓力嘅嚇，淨息差會承受壓力。預計個淨息差可能會下跌15個基點啊，下跌15個基點。其中大型銀行即係啲國有銀行啦，受到嘅影響會比較大，因為佢哋要承擔更加多嘅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嘅債務置換啊，即係有啲政治任務啦。咁乜嘢係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債務置換呢？嗱，你可以想象一下啦。以前銀行借俾呢啲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啊，我當以前一間銀行啦，咁佢借俾一個客啦就6-7厘嘅6%、7% 嘅利率喎，咁啊好高係咪？咁但係而家呢個客咧就危乎啦，冇乜錢還啦。咁佢個母公司咧就同銀行講啦，佢話嗱，與其咧一拍兩散，咁不如咧大家各讓一步啦啊，各讓一步。嗱，你就將啲舊債轉做新債，不過新債嘅利率咧就唔可以6厘、7厘噶啦，就下降到2厘啦咁樣。咁我嗰個子公司就唔會違約啦。啊，咁即係一人行一步啦。嗱，咁呢個影響係咩咧？影響咧就係本來嗰嚿錢咧收緊6-7厘噶嘛。
咁你而家因為置換咗新債，就變咗收2厘，咁你個淨息差咪受到影響咯。呢個就係第一個佢會受到影響，就係淨息差會下跌。咁第二個影響咧就係銀行可能出年會下調，頭先咪講咗下調基準利率，可能下調50個基點嘅，即係下調 LPR 50個基點。而銀行嘅貸款利率係同 LPR 掛鈎嘅，個基準利率啊嘛，講明係基準，即係話你啲貸款咧係以基準利率咧做基礎嘅，再加加減減咁樣嘅。咁你基準利率跌嘅話咧，咁你個貸款利率咧就會跌㗎啦。咁貸款利率一跌咧，咁你嗰個利息收入咪會下跌咯，你嘅淨息差咪會又再跌咯。咁以前咧銀行咧就係靠咧下調呢個存款利率咧嚟對沖呢一個 LPR 下調嘅影響嘅，即係話我貸款利率跌咗啫，咁我存款利率都跌同樣嘅幅度，咁咪將嗰個影響轉介俾啲存戶咯，咁樣係咪？咁以前通常都係咁做嘅，但係依家個問題就係咧，內地嘅存款利率咧原來已經好低㗎啦嚇，因為以呢一個今年2024年第4季，依家嘅活期存款利率係得0.1嘅咋，咁你冇得再跌啊嘛。咁1年期嘅定期存款利率咧係1.1， 3年期嘅定期存款利率咧係1.5，咁你好難再用同一個幅度再跌噶嘛，係咪？咁所以咧呢個問題就係今時今日佢嚟到對沖貸款利率下跌，即係佢用存款利率下調存款利率嚟對沖貸款利率下跌嘅空間咧就非常之有限啊。咁導致到佢唔能夠靠下調存款利率嚟到抵消因着存款利率下跌而導致淨息差下跌嘅。咁呢個咧就係內銀面對嘅問題啦。第三個影響咧就係個資產質素啊。頭先嗰兩個講嘅啦嘅影響咧都係負面嘅，但係第三個影響係稍為正面嘅喎，就係個資產質素係會因着呢一個化債嚟到有望舒緩嘅。咁呢個係有助於改善銀行嘅資產質量嘅。咁事實上你減息咁嗰啲公司譬香港啲地產商因為係咁日日都等美國減息嘅，咁如果唔係咧，佢哋都就嚟頂唔住啦，爆煲啦，係咪？咁所以減息咧係對一啲公司咧，尤其是啲負債好重嘅公司，係的確係有幫助喎。咁我哋好多香港人供樓係咪？咁今年都減咗2次息啦，即係嗰個香港最優惠利率都減咗2次息啦。咁嚟緊如果12月美國又減息咧，咁最優惠利率有機會再減多1次啦。咁大家每個月供樓嘅錢咧，就每減1次就慳幾百蚊，每減1次就慳多幾百蚊，咁係好有幫助啊！咁銀行都係同樣道理㗎。如果佢個客仔因着減息而令到佢嗰個財務寬鬆啲，冇咁緊，咁佢壞帳嘅機會咧，亦都會下降㗎。咁對銀行嘅資產質量咧係有幫助嘅，有幫助。咁銀行就有望咧降低呢個信用成本，咁就可以靠咧減少撥備嚟反哺利潤。雖然佢嗰個淨利息收入可能會跌啦，雖然佢個 PPOP 可能會跌啦，但係佢可以靠減少撥備嚟到令到保持嗰個盈利增長嘅喎嚇，可以保持盈利增長，可以靠減少撥備令到盈利仍然有增長啊。咁而事實上，相對於淨息差呢一個因素咧，其實資產質量即係資產質素啊，更加係決定銀行股即係內銀股個估值同埋會唔會得到重估嘅關鍵因素，係喺資產質量而不是淨息差啊。咁所以咧呢一個雖然頭先有2點係負面，但係最後呢一點咧對內銀係正面㗎。咁所以綜合嚟睇都未必係太差嚇。咁但係大家要知道內銀嗰個收入咧，即係收入端同埋 PPOP 都係冇乜增長，甚至好大機會都下跌㗎啦。佢要有盈利增長咧，佢都係要靠減少撥備嚟到達至到盈利嘅增長啊。咁呢個就係內銀嘅
嘅睇法啦。嗱，咁跟住咧就要講咁啊淨息差嘅分析啦嚇，即係頭先係講咗政策嘅影響啦。咁但係而家內人嘅淨息差咩環境咧，咩情況咧？大家會見到啦，大家會見到而家內人嘅淨息差嗱，如果要維持派息比率不變啊，即係而家因為咧好多人買內銀係為咗貪佢高息啊嘛。咁你內銀嘅高息可唔可以持續咧？咁啊都要睇翻個基本因素支唔支持啦。嗱，咁內銀要維持佢目前嘅派息比率嘅話咧咁佢需要個淨息差唔可以太低嘅話，咁如果你望住呢幅圖啦，起碼都要 1.5、1.6，好多公司係要有 1.7% 嘅淨息差，咁先至可以維持到目前嘅派息比率嘅。咁呢個就係佢需要嘅淨息差。咁但係佢事實嘅淨息差點咧？咁睇下一幅圖啦。事實嘅淨息差，我拉咗啲數據出嚟內地人好中意講拉數據咁拉數據咧，我拉咗呢個2024年頭3季主要上市銀行講緊內銀嗰啲淨息差。你會睇到啦好多咧都係低於 1.6 嘅喎1.5 1.4好多間都 1.4咁即係變咗咧似乎如果你要求係要 1.6先至可以維持到個派息比率，但係佢好多公司目前嘅即係好多內銀目前嘅淨息差係低於 1.6 喎，咁點算啊？咁所以咧就大家要留心呢一點啦。咁但係咧有一間銀行咧就大家可以放心就係招商銀行招商銀行佢要維持派息比率喺目前嘅水平咧，佢需要淨息差嘅水平係 1.7 就得㗎啦。咁而佢第三季即係今年第三季嘅淨息差係 1.99 喎，即係話咧佢目前嘅淨息差係高過佢需要嘅淨息差去維持目前嘅派息比率嘅咁所以相對嚟講招商銀行維持派息嘅機會係比較大嘅基於呢一點嘅因素今日第二點咧就講依家巴塞爾嗰個資本個要求啦咁CET1 即係 Common Equity Tier 1 Ratio， 或者亦做普通股本一級資本，又或者內地亦做核心一級資本嗰個自身增長能力係非常之重要嘅，係非常之重要。咁尤其是如果你嗰個銀行嘅規模要有增長，銀行嘅規模增長咧，其中一個要睇嘅指標咧，就叫做風險加權資產 RWA RWA 風險加權資產增長，因為你規模增長咧，就會導致到你風險加權資產增長㗎，咁就會消耗你嘅資本嘅。咁如果你要維持你嘅風險加權資產繼續有增長，而且個增速唔變嘅話，同以前唔變嘅話咧，咁內銀係需要咧，佢係要靠自身能力去達到你嘅普通股本一級資本普通股本嘅一級資本都要有增長先得㗎，即係你消耗資本，你有規模增長，你要消耗資本，咁你要消耗資本，你要維持你嗰個RWA 嘅增長咧，你嗰個 CET1 即係普通股本一級資本，你都要有自身嘅增長能力先得㗎。咁由呢幅圖你可以見到大部分都係冇，即係大部分都係低過嗰個需要嘅呢一個自身增長能力但係有幾間咧，佢係可以喺維持風險加權資產增長不變嘅情況之下，佢嘅核心佢嘅普通股本一級資本仍然有增長喎，呢個好犀利即係你維持你呢間公司繼續有增長之餘，佢嘅普通股本一級資本仍然有增長喎，咁呢個好犀利咁邊幾間銀行就係招商銀行招商銀行呢個名又再次出現啦，招商銀行啦、重慶農村銀行啦，即係3618啦，以前我中意嘅平安銀行啦、民生銀行啦、中信銀行啦、上述銀行啦，就係啲少數銀行能夠靠着自身嘅能力達到
普通股本一級資本嘅增長，而且能夠維持風險加權資產嘅增長速度係唔變嘅。咁呢個咧就係非常之重要嘅。嗱，咁如果要維持而家嘅呢一個風險加權資產嘅增長速度唔變嘅話咧，咁如果你自身能力係唔得嘅，都唔緊要。如果你現有嘅呢一個一級資本，你現有嘅 CET1夠高嘅話，即係話我嗰個緩衝啊，即係個 buffer，即係話如果我現有嘅普通股本一級資本係好多好多嘅，多過所需嘅，多過監管所需嘅，咁多出嚟嗰橛，你每年慢慢消耗，咁都可以得嘅喎嚇，即係靠你多出嚟，即係好簡單。如果你一個人平時儲埋好多錢嘅，咁佢好多儲備嘅，咁你偶然失業一兩年，咁佢可能都冇問題噶嘛，因為佢可以靠之前儲落啲錢嚟維持噶嘛，係咪？咁呢個意思就係咁啦，即係話如果佢個普通股本一級資本係多過監管要求好多嘅，咁佢每年慢慢消耗咧，都夠佢維持好多年噶喎嚇。咁咧，事實上咧，大部分銀行咧都可以維持超過10年嘅，超過10年。雖然佢嗰個每年都係負消耗啊，即係每年係消耗緊佢嘅資本，但係唔緊要，佢多出去嘅超額資本夠多，咁可以夠佢支持好多年嘅消耗嘅。嗱，咁大部分銀行都可以支持10年或以上嘅，而其中大家好關注嘅國有銀行啦、建行啦、建設銀行啦、工商銀行啦，可以支持超過20年以上啦。咁所以咧，大家暫時都唔需要咁擔心呢一樣嘢啦。咁呢個就係內銀喺呢一個政策之下，大家要關注嘅一啲地方啦。